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2月1日，星期天啊，新的一个月开始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还是要聊一聊我对美股、黄金、白银还有比特币在2月份，尤其是下个星期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对吧？就我的一个分析。那么首先呢，就是要看一下上周五上周五呢，美股、黄金、白银还有比特币呢，都经历了一个下跌，尤其是黄金、白银这个下跌的惨烈度，对吧？就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单天这个黄金差不多下跌了10%，白银的话下跌了30%还是40%吧，然后盘中的话下跌了更多那么市场呢，媒体把这个原因呢认为是川普提名了这个美联储的新的未来的掌门人叫那个 Kevin Walsh 因为他是个鹰派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所以呢市场呢就似乎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原因那么经过我的分析呢，我觉得就是那个只能当一个娱乐新闻来看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那如果你找不到原因，那么你接下来做出的判断可能也会错误会导致你进行亏损首先呢，就是我也要讲讲我自己的账户，对吧？就是我的展示的一个小的账户那小的账户呢，现在目前也是面临着14%的一个亏损那么整个1月呢，目前我取得的这个盈利呢，还是10%但是呢，由于就上一周的亏损呢，所以现在总体呢现在是回到了8600那么亏损了14%。那如果说没有回撤呢，那我应该就是1月份是盈利接近20%多还是30%，对吧？但是在我的这个就是算法里面呢，就是当你的资金到了一个数字然后你进行了一个回撤，那么应该来说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回撤，对吧？这个没什么好辨认的所以说这个也引起就是我的一些警示就接下来怎么样能够再规避更少的风险能够账户持续的向上涨，对吧？首先呢，我先讲一讲这个黄金白银吧因为虽然我的小的股票账户进行了一个回撤，从盈利30%呢到成了盈利10%但是我的大的账户呢其实是有一个不错的盈利的那么主要盈利呢就集中在这个黄金白银上面那么黄金白银呢就是我是在这个白银最高的位置，就在白银$120左右的位置呢，我是做了一个空单的那么我没有就是使用CFD 或者说期货这样的形式呢做空单我采取的呢是一种双倍的就是2倍的 ETF 的形式呢做空单因为这个首先可以在美股账户里面就可以操作，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也和我之前说的在上个视频我说过的，就是在这种非常激烈的行情里面，就必须要用上那个止损就你不可能说我一个行情我要去扛着亏损，然后一直等到它盈利股票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是做这种黄金白银商品，对吧？或者说你想想，就这白银，它一天从这个$120一天开始下跌，然后一直跌到70，就最低的位置，好像就差不多跌幅已经达到了40%左右。
跌幅达到40%左右，你杠杆即使是2倍，你也要跌到80%，就是你的这个账户是吧？你基本上所有的带杠杆的东西，你只要做错方向了，你是不可能扛得过去的，就你必然会爆仓啊！你别说那种什么，10倍、20倍、30倍了，对吧？还有什么更夸张的，什么50倍、100倍，这想都不用想，早就已经，你再有再多资金，你也扛不住这个下跌的趋势啊。那之所以下跌的那么深、那么厉害，其实也是很多就是做多的人啊，他就不行了嘛，对吧？他就止损了，就像滚雪球一样，那么一路就杀下来了啊。所以呢，就是我呢是采取了一个做双倍 ETF 的形式啊。那我也没有吃完整段的这个利润，对吧？就因为它一天当中它下跌的太多了，它跌了70%，差不多就在就是我那个双倍里面啊，显示是跌了70%。事实上它那个显示接近80%啊，就是一天接近80%啊。但事实上在那个就是盘中最后它又收尾的时候，它又往上拉了一些啊。但差不多我盈利的位置呢是在40%到50%啊，就是这一波。那么我要声明一点啊，就是我也不是神仙，对吧？就我能知道它今天就会跌，所以呢，其实在之前我也前前后后的也是做过几次做空的操作啊，就是不管是在黄金，像黄金3600的位置，还有4500的位置，我都做过。我记得啊，那么我的方式呢，就是带上止损，对吧？因为你只有带上止损，你损失小的，但是你盈利的时候，你看你这一波大的，其实我去掉之前的那些损失，我最后盈利，我回来我还是能够赚回接近50%的利润啊！其实是一天之间啊，这个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历史性行情吧，是吧？那么肯定有人就会觉得啊，那这个白银它都涨了2倍，或者黄金它都涨了接近1倍，那么我为什么不去做多，去做黄金白银上涨，而去做它下跌呢？对吧？因为呢，我之前其实也说过一些，就如果你在好几年以前啊，你就觉得这个黄金白银要上涨，那么你去买，然后你放到现在，那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利润。但是如果你等到它涨了一半的时候，你才发现它上涨，那现在其实很多人买的时候就是它涨到一半了啊，那么很多人进去买上涨，或者说它涨到现在已经尾声了，对吧？很多人进去买这个上涨。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我就要很早布局，就要买进去，那这个时间是很长的，而且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上涨，对吧？但是现在因为它已经上涨了那么多了，那就算我不知道准确的它是哪一天会下跌，但它一定是离下跌不远了，是吧？当然了，就是这个就要通过频繁的你去试错了，你一定是有成本的。就如果你做了止损，那你错了，你就要亏一次止损的钱啊。那么还有的朋友就跟我说啊，他说你能不能给我看一看你下的单子啊什么？我猜想啊，有可能他是想看一看能不能跟着去赚点钱啊。其实我告诉你，就是我每一个视频，就是我之前讲什么股票投资啊，什么所有的视频，我基本上都会聊到我买的这个股票啊，或者是我买的这些产品啊。但是呢，就像这个白银一样的，我这次做这个做空这个白银，我也跟我一个比较好的朋友讲的。那么我之前做别的东西，我也告诉他一些，他也赚到钱。但是这个呢，我跟他说了以后呢，他也没有买啊，因为因为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这个白银它上涨了这么多，对吧？任谁都会害怕的，肯定会觉得哎不要亏了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就是说特别的去强调啊，我只是说啊这个东西，反正我就把这东西理论讲了一番，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赚到钱，那买不买看你自己是吧？那么最后我认为他没有买啊，
那现在其实我觉得，就算是他没买，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觉得后悔，因为这个是说不准的，如果这一次还是继续上涨，那有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去止损了，对吧？你就会多一次止损的钱。那么我自己投资我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让朋友，你告诉了朋友，他如果进行了一个止损亏损了，可能他心里面就会不高兴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做投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啊。就是如果说，我去告诉别人什么的，那有可能亏损的时候你就轮上了，赚钱的时候你不一定拿得住，对吧？就像这个单子，它如果跌到70%，很多人可能跌个10%就觉得很好了，我就卖掉了。那前面2、3次你亏掉的这个止损的钱，你可能就赚不回来，你反而总账也是亏的，是吧？其实，在下一周啊，我再说说下一周白银、黄金我的看法。其实下一周我觉得它还是有可能还是要下跌的啊。当然，这种下跌就是会不会一鼓作气的就连续的下跌，或者说它是有反弹啊，也要上涨，大幅的上涨再进行下跌，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就是在它下跌了60%-70%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立刻卖掉了，结算了，对吧？因为我去看别的东西，这个白银这一波就做完了啊，我就不去看了。再往下跌，最多你再跌个20-30%了不起了，是吧？那也可能反反复复的又涨又跌，又跌又涨又跌的，又要好几天。那我一天就赚到这样的一个收益，把之前的这个花的功夫都赚回来了，我就觉得可以了，我也满足了，对吧？所以就是如果有人问我啊，他说你下周你觉得这个黄金白银，还会怎么样看啊？我就觉得它还是有可能会上涨，也有可能会下跌的啊。这个它必然是会在这样的一个呃来回的啊，但是总的方向有可能会偏向就是下跌的方向，对吧？当然了，它下跌到一定的位置，可能要过一段时间，那又开始要往上涨了，最后超过现在的新高了，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个可能要很长时间，对吧？所以就要到时候根据那样的一个情况再去看了，对吧？所以如果是短期的操作，你说能不能买上涨或者买下跌都是可以的，但是关键有一点就是要带上止损啊。那么如果你不带止损的，那你肯定是要亏掉的。就如果你又要买的杠杆什么，除非你买个大金块、大银块，你放在家里其实也无所谓，对吧？你说你亏了，你再去低价的时候拼命买，你再多买几个，就是把它这个那个叫什么本金给平均化，对吧？啊，但是总的来讲，如果你是要做杠杆的，你是要短期的，那你一定要带上止损啊。有的人说我不会做，我不会带止损啊，我不知道怎么止损啊。没有人的止损是100%的，就是说你不管是任何的高手，他都有会被打到止损的情况，因为止损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种保护嘛，就是证明你自己错误了嘛。你就是市场是对的，你是错的，对吗？所以说，你说人会不犯错吗？不可能不犯错，但是你失败了几次以后，那么你就会得出一些止损该怎么样去下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你就会得出一些经验的，你就会知道啊什么样的位置是更好的，对吧？所以这个呢是要就是经历一个时间的锻炼的啊，别人的这种止损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的啊，真的是不一定适合你的，好吧？那么黄金白银说完了啊，我再说说美股吧。美股其实呢，我觉得美股连续下跌了好几天，对吧？但是你1月份总的情况来看，1月份一开始它是上涨的啊，然后呢，到了这一周最后一个星期呢，它连续下跌了几天啊。那么美股的判断，其实我早就在我之前的一些视频里面都说了，我就说有盈利啊，最好就是那个尽快了结，对吧？就是我记得我在
上一个美股的视频我还说呢，我说还是要尽快了解，因为有可能它是要下跌的，对吧？那么下跌的这个原因呢，我认为啊，他们把它放在一起啊，要渲染一种好像金融危机要来了，或者说一个什么黑色星期五大灾难的这种啊，我觉得是有点夸张啊。其实很正常，对吧？因为你现在除了它是一个星期五，一个周末，另外它又是一个1月份结束了，对吧？那么很多人会考虑在这个时间去了结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前面涨了嘛，它前面涨了，那么有的人赚到钱了，就会有快速的一个了结，对吧？因为后面他有可能要投资别的东西了，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都是有可能的啊。当然，这个也参照到，也能就是用到那个黄金白银上面，是吧？就你们一定要把这种自然的逻辑，我觉得要看得更重一点啊。就是说，比如说它的上涨了啊，上涨到一个位置，那么就会有人去了结，去那个盈利就拿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对吧？那么市场就会有下跌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只要有了结，没有人去呃新的人对吧去进来接这个盘，那么是不是它就会下跌？或者接盘的力度不够，那么是不是会下跌，对吧？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了结以后呢，呃，如果没有人进来新的这样去接这个盘呢，那么市场呢它会温和的修复啊，就是所以我对下周美股呢，我认为啊有可能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吧，对吧？就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下跌，但是呢后面几天我认为它是有一个温和的修复啊。那么2月份具体的走势呢，要看市场能不能在就是第一个星期进行一个温和的修复啊。但是呢，有没有可能暴力的这种继续往上涨？那么要看就是如果星期一下跌继续下跌，会不会有就是很多人对吧进来去接这个盘？如果有很多人进来去接这个盘，那么这个线啊，这个线就会有人资金啊，就会有人继续去拉它，是吧？就能涨上去啊。如果不是的话呢，我认为它是温和的这种修复啊。本来我想再具体讲一讲美股的一些原因的啊，但是因为前面好像已经讲了十几分钟了啊，我就不想再具体的讲了啊，因为那个会占很大的时间啊。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分析的啊，包括黄金白银也是。黄金白银我之前有一个接近37分钟的视频，我录完了，后来我没发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后来我没发，因为我就觉得太啰嗦了，然后我发上去看的人也不多，对吧？所以我就没发啊。那么美股反正总的来讲，这个趋势是这样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不用太恐慌啊，因为恐慌的一些筹码或者说盈利的获利的一些筹码已经走掉了啊，现在接下来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啊。当然，很多人他没有赚到钱，他从1月份一上涨他就进来，因为对他来讲是个新的一年，他就进来就是买了，对吧？跟随着上涨他买了，那么他的这个亏损的幅度呢是蛮厉害的啊，有的可能要进行30%啊，甚至更高一点，是吧？所以，嗯，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些伙伴呢，那你可能就要考虑在一个好的位置啊，呃去补仓啊，或者说就是你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别的行动啊，因为如果你只是这样放着，那等到它涨上来，那有可能很久很久涨上来，然后超过你买的位置，然后赚到一些钱啊，但是就等于你也没什么盈利嘛，对吧？啊，好吧，最后我再讲一讲那个比特币吧啊，比特币呢，其实一直在8万左右啊，9万不到一点的位置呢，在来回的动来动去的啊，来回的震荡，恐慌的声音呢也是很多，对吧？但在我看来呢，就是比特币现在不具备就是下跌很深的啊这种理由啊，因为比特币
它的总体的趋势在变好，就是不管是美联储，不是美联储，不管是美国对吧，对它的这种认可，或者说川普政府对它的认可啊，还有就是呢，它已经深深的就是和那个美国的这很多这种衍生出来的这种股票呢，已经绑定在一起了啊，所以就是它应该来说，有一定很重的这种影响力啊，就它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随便的就这样下跌啊，所以呢，我认为在现在的价格呢，它应该是在做一个，在做一个整理啊，那么未来呢，它一定会上涨啊，而且上涨的幅度是不低的啊，就可能会大涨，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比特币呢，它现在有可能它会进行一个在上涨之前尤其在上涨之前它会有可能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啊，这个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是做那种杠杆的或者什么的，这种尤其要小心，因为如果没有那样的下跌，它是上涨不了的啊。但总体来讲，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应该来说，我认为是现在就比特币比较低的位置啊。因为虽然那种就是未来上涨之前可能有一个下跌，但那种下跌，它更多的呢，我认为是它是要杀掉那些做多的那些杠杆的筹码，对吧？它不太会就是说有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给你能够去补仓，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要蹲在那里，我大量的去补仓，等到它下跌很难很难所以就是要注意要注意。未来我对比特币还是比较看好的我认为还是在今年应该有可能会突破15万就是2025年2026年，好吧？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星期我的一些想法。好，欢迎大家和我互动，谢谢。